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采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中年女人变美变年轻常用的8个黄金法则。大公开，你知道几个？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今天在办公室聊起了退休的孙老师。孙老师55岁退休，现在已退休2-3年了，在街上见到他，依然是那么年轻漂亮，充满了青春活力，扎着高高的马尾辫，身材苗条，穿的衣服合体时髦，说话热情大方。我们都很感叹女人应该像他那样活。孙老师退休前在学校里管理着图书，每天傍晚在操场上慢跑，见到谁都会热情地打招呼，是我们公认的越活越漂亮的教师。我们常问他，孙老师，是你怎么保养的？身体这么好，这么年轻？他笑笑回答说，哪有什么好办法，放宽心，有一个好心态，多跑步，多锻炼身体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这个时代，这样的女人很多，她们以智慧觉醒的人生态度立世，以内敛智雅的生活美学修心，不疾不徐地把自己活成一道美景，再还给生活最美好的样子。易采称她们为女主人，成为做自己的女主人吧。今天推荐8个变美法则，帮你提升气质和魅力。1. 关于外在形象。1. 得体可以驾驭不同场合。漂亮不是穿衣的最高境界，得体才是。每一次不同场合的亮相，皆是内心对一个场景的认知和表达。根据 TPO 原则，穿衣恰到好处，照顾他人的感官和情绪，尊重穿衣场合，而在公众场合穿着整齐得体，既是规范自己的行为，也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一位经常飞来飞去的朋友曾经说过一个体验，在机场 VIP 休息室里，他经常能感受到不同的对待方式。如果是度假，他身着 T 恤短裙，配一双拖鞋，休息室里的服务小姐会以礼相待，但脸上的笑容通常是标准而僵硬的。但如果他因公出差，一身套装裙，妆容得体，一副白领气质，服务小姐和吧台小生们通常会奉上甜美可亲的笑容，有时还会主动跟他多聊几句。这其实不能责怪服务人员以貌取人，而是人的本性使然。一个穿着干净利落、体面大方的人，透露出的精神面貌，自然会让身边的人多看几眼，甚至刮目相看。因为你的精神气透过你的外在形象散发出来，代表着你的吸引力。2. 见识能够在质感中体现。有见识的女人穿衣，比起第一眼的夺目，面料质感与设计更经得起考验。尤其是常穿的衣服，一件大衣，一件白衬衫，把品味藏在细节中，看似平淡如水，实则以质取胜。在娱乐圈中，有一位女星以她独特的潮流穿搭造诣和完美身材，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真正体面女人的全新定义。这位女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明星李欣欣。李欣欣一直以来都以她高挑的身材和时尚穿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无论是在平时的私服还是活动现场，李欣欣总能够穿出令人惊艳的造型。在一次时尚盛典上，李欣欣选择了一套黑白色调的搭配，她穿着一件修身剪裁的黑色长袖上衣，搭配上白色高腰短裙，腰间系着一条红色细腰带，整体造型既简约又不失华丽。她选用的面料都是高质感的，细节处理也十分精致，展现了她对时尚穿搭的深刻理解。这样一身搭配不仅显得优雅大方，更突出了李欣欣完美的身材曲线。她玲珑的身材与修身剪裁的服饰相得益彰，搭配一双高跟鞋和精致的珠宝首饰，李欣欣透露出一种迷人的气质。当观众们看到李欣欣这一身装扮后，
无不对她的穿搭艺术表示赞赏。有网友直言，李欣欣真的很会穿衣服，每一次出场都是惊艳的视觉享受。还有观众纷纷表示希望能够向她学习，提升自己的穿衣品味。不难看出，衣服有质感，穿搭有层次，很显气质。3. 合适比品牌更重要。好莱坞著名造型师曾说，时尚的重点永远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单品，就算这件单品已经过时，但是碰到气场相契合的人，一样能够碰撞出博人眼球的时尚效果。品牌是商家的，不要把自己变成广告牌，你是为自己的品味和审美而穿，只要合适，哪怕身着一件简单的毛衣，也能足够快乐。2. 关于生活方式。1. 好好吃饭。美食家蔡澜说，好的人生从好好吃饭开始，好好吃饭也就是好好爱自己。一食一饭盛满人生四季，好好吃饭是对生活负责，也是对自己负责。身材匀称、容光焕发的女人，往往都有着合理饮食的习惯，荤素搭配，保证营养均衡，从不亏待自己的身体。她们能够抵挡住美食的诱惑，不会暴饮暴食，增加身体的负荷，也不会减肥节食，亏待自己的脾胃。这般女子热爱生活，元气满满，每顿饭都不会将就马虎。她们懂得生活的滋味就在一日三餐里。而在当下物欲横流的时代，很多女人喜欢点外卖图便利，喜欢吃甜食喝奶茶，喜欢重油重辣的食物，时间一长，身材开始走形，皮肤状态变差，肠胃也出现问题。不管再怎么装扮遮瑕，也改变不了体态现状，越看越显老。爱美之心人皆有，好好吃饭，健康饮食，身心自然能变得愈发轻盈，精力自然更加旺盛，人也会越长越好看。人间烟火味，最抚凡人心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不慌不忙地吃好每顿饭，把身体照顾好，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2. 作息规律。古语云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。这是告诫人们一天的活动有其规律，白天忙碌，晚间就要好好休息，作息规律，保持好身体状态，才能安然自得。然而现代生活节奏加快，很多女人要兼顾工作与家庭，难免感觉压力大，白天忙忙碌碌，晚上暗度劳形，拖着疲惫的身躯晚睡，隔天再精神萎靡的上班，长此以往，疲态显现，力不从心，人也越来越没活力。还有一种便是熬夜成常态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令人沉迷其中，或是朋友玩乐，或是聚会吃夜宵，或是追剧刷视频，好像只有晚上的时间真正属于自己，所以迟迟不舍得入睡。久而久之，新陈代谢紊乱，免疫力降低，人也加速衰老，无法保持年轻漂亮的姿态。渡边淳一说过，规律的作息让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更佳，做事效率也更高。好好休息是蓄存精力，然后才能做所想之事。早睡早起，作息规律，越是繁忙的时候，越要适时按下暂停键，才能积攒元气，养精蓄锐，保持好的生活作息，面容得到了滋养，自然气色好，越来越美。3. 保持运动。很喜欢一句话，人类最好的医生就是空气、阳光和运动。它治疗的不只有身体，还有内心。当你迈开步子，甩开手臂，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，能量便会充满全身，各种负面情绪也会随着风声抛诸脑后。运动是天然的保养秘籍，也是锻造身材的最佳方式。而现在许多女人久坐不动，肩背僵硬，一运动就体虚娇弱，即便妆容化得再精致，也无法掩盖身体机能的衰弱。
缺乏锻炼也让一些女人烦恼突出的小腹，松软的赘肉怎么减都减不掉，于是变得自卑敏感，郁郁寡欢之下失去原有的光彩，愈加堕落。殊不知那些身材苗条长相好看的人背后都藏着无数的坚持，你所有羡慕的样子都是他们日复一日不间断地坚持运动而保持的。运动最直观的好处是燃烧卡路里，塑造轻盈稳健的体态，让肌肉更紧实，皮肤更有光泽，同时还能够释放压力，疏解惆怅。随着汗水的滑落，让人内心平静，变得豁然开朗。喜欢运动的女子能够享尽岁月偏爱，备受时光垂青，即便芳华流逝，她们依然容颜姣好，身材优美。3. 关于内在修心。1. 爱读书，气质富裕。闺蜜有个表妹，她刚上大学那会，我与她见过一面。她肤色偏黄，相貌平平，和大家相处都不怎么说话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在大学辩论赛中看到了她，穿着很普通，但观点犀利，逻辑清晰，言语温柔却充满了力量感，自信从容，不慌不乱。那一刻才看到她的与众不同。闺蜜说她表妹很爱看书，相处久了就会发现她气质富裕。马克思说，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，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。爱读书的女人博学多才，有比较高的层次，丰厚的文化底蕴，那种知识和阅历带出来的魅力，不是任何化妆品能代替的。有学识的女人谈吐优雅，思想前卫，这样的女人内心世界有趣，灵魂自带芬芳，有一种无法忽视的美。女人别着急去美化外在，应该更加注重内涵。当你懂得多，气质自然会变得更加沉稳，有格局，有见解，遇事能稳住心神，自有见解。2. 保持好心态，远离内耗。闯关东中的秀喜欢传武，也如愿以偿地嫁给了他，但是传武并不喜欢他，从结婚那天开始就让他独守空房。秀长得很美，但眉宇之间总有化不开的忧郁，整个人也显得十分老气沉闷，有一种憔悴感。当他放下传武，不再内耗，与一郎在一起，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烫了头发，戴了首饰，衣着也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变，脸色红润，有了笑容，给人一种特别美好的姿态。莫言在《食草家族》中写道，人要生存就得摆脱连环般的桎梏，忧愁悲观便是人最根本的死敌。女人若总是活在负面情绪中，感受不到幸福感，自我内耗，会对身体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。没有精气神，失去色泽感，不再光鲜亮丽。一个女人如若有好的心态，即使不再年轻，有了白发和皱纹，但是眼神清澈透亮，气质迷人，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风韵，依然活得肆意潇洒，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美感。每一个会生活的女人，每一个有见识的女精英，每一个潇洒的女主人，都是生活美学的引领者，更是担起一份重大的工作。因为你的视野格局决定家庭和下一代的未来，你的礼仪修养决定人际关系的好坏，你的能量高低决定事业与财富的走向。当你没有绝对实力，好的生活会是你的垫脚石；当你拥有了足够实力，好的生活更是你的立足之本，能让你增加胜算。毕竟柴米油盐是寻常烟火，诗酒花茶才是生活的智慧，人生幸福的密码。美好的人生什么样的呢？爱一个想爱的人，做一件想做的事。可当你真正去践行时，才会发现这并不容易。现在的你是否还在为自己的热爱坚持，让热爱成为生活中最绚烂的一抹色彩？接下来咖啡屋继续和你分享女人对生活的热爱，
往往体现在这4个方面，也是最高级的修养。都说一个人怎么热爱生活，生活就会同样回馈他。曾经的你是否为热爱全力以赴过？当下的你是否还在为热爱坚持不懈？热爱是一种用心生活的态度，但热爱不全是先天拥有的，应当把热爱生活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学习。当你全身心地热爱某样事物时，不仅是一种生命姿态，一种生活方式，它更是一种高级的修养。1. 张爱玲，哪怕异乎常人，也要美丽。张爱玲的才华不仅在文学界早早绽放光彩，她的生活故事同样让人津津乐道。年轻时，她不得不穿着继母遗留下来的旧衣裳，尽管后来母亲为她提供了求学的机会，却未涉及她的日常装扮。张爱玲渴望像母亲那样时尚迷人，于是一获得奖学金，她便迫不及待地选购了自己钟爱的布料。由于预算有限，她开始自学设计，亲手缝制衣裳，渐渐的，这成了她的一种爱好。她将祖母的旧衣裳以独特的方式搭配，创造出令人瞩目的风格。张爱玲对仪式感的追求无处不在，哪怕是邀请朋友到家中品茶，她也会穿上晚宴礼服，喷上香水，佩戴珠宝。她曾解释道：我既非美人，也无特殊之处，若不借助这些，如何能吸引他人的目光？然而，这背后其实是她对服饰的深厚热爱。张爱玲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出现在印刷厂，工人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儿，只为一睹她的风采。她造访苏青家时，孩子们也会跟在她身后，窃窃私语。在文学上，她主张成名要趁早；在形象上，她同样不愿默默无闻地消失在人海中。她偏爱个性化的装扮，即使这意味着要穿上祖母的旧衣，或是大胆地将大红与大绿、大青与大紫这样的色彩搭配在一起。她也能让这些在常人看来或许过于艳丽的色彩，在她的搭配下显得浓烈而有个性。张爱玲就是这样，即使被贴上奇装异服的标签，即使成为众人眼中的异类，她依然坚持按照自己心中的美丽标准来装扮自己。这种鲜明的个性不仅体现在她的文字中，也让她创作的故事充满了独特魅力，让人读来心生感慨。2. 林徽因，面对热爱，病痛又算什么？说起林徽因，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她和徐志摩那段传言众多的感情往事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她是一个为了热爱的事业可以忍受病痛的坚强女子。林徽因与梁思成在留学期间，她的父亲林长民在军阀战争中英勇牺牲，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学业，而是依靠未来公公梁启超的资助完成了学业。回国后，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前往东北大学教书，但东北寒冷的气候导致她的肺病复发。从20多岁开始，直到去世，林徽因都被肺病反复折磨，病情严重时只能半躺在床上休养。而当时连续数年的战争，颠沛流离的环境，也让她的健康严重受损，几乎没有真正有机会好好养病。即便如此，在战争爆发前短暂的日子里，林徽因仍然会在周六的下午，与同样热爱新文学的朋友们一起讨论学术与艺术。即使自己发着高烧，只要谈到感兴趣的话题，她依旧精神抖擞，滔滔不绝。对于肺不好的人来说，大多会讨厌灰尘，但是林徽因对中国古建筑有着几乎痴迷的热爱。抗日战争爆发前夕，她和梁思成一起前往山西考察。在应县的木塔上，为了了解塔顶结构，林徽因亲自爬上房梁，在狭窄的空隙中踏着厚厚的灰尘进行勘测，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患有肺病的人。后来在战争期间，林徽因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但她仍然为自己心爱的建筑事业付出着努力。
在偏僻的四川李庄，林徽因协助梁思成编著了《中国建筑史》，结束了没有中国人书写中国建筑史的历史。对于林徽因来说，疾病固然令人痛苦，但只要有热爱的事业为伴，一切苦难都可以克服。这是她的执着与坚持，也是她生命的意义所在。3. 杨绛孤身古稀，也可以有理想与追求。那些因为坚持而变得越发优秀的人，往往拥有非凡的毅力，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。他们通过每一天的努力不断前行，最终收获了令人惊叹的成就。就像杨绛一样，在战争期间，为了补贴家用，杨绛曾经写过几部剧本，获得了当时的好评。然而之后她全心支持丈夫钱钟书创作《围城》，并专注于翻译工作，几乎没有再进行过创作。直到杨绛晚年，女儿和丈夫相继离世，她已经将近90岁了。在许多人眼中，这个年纪无需再做什么，更别提有什么追求了。然而杨绛与众不同，她仍然拥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，整理并出版钱钟书的遗稿。她花费了大量时间整理钱钟书的笔记和手稿，然后又开始专心写作，阅读和创作成为她新的动力，帮助她度过余生。而这个过程持续了10几年。既然决定了，就要坚持去做，不必在乎自己的年龄，更不用考虑他人的看法和想法。正是这份坚持，让钱钟书的手稿得以面世，也让杨绛成为了晚年高产的100岁作家。每个人都曾有过许多想法和追求，但只有真正坚持下去，才能取得成功，才能变得更加优秀。4. 屠呦呦热爱需要心性坚定。1955年，正在北大读大4的屠呦呦，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，分科。摆在她面前的有2个专业，一是药物化学专业，二是生物药学专业。选前者，毕业后可以进入各大药厂，工作有保障；而选后者，毕业后需要坐冷板凳，进实验室和各种药材打交道。两者相较，显然前者更能满足大众的就业需求，所以班上有40人都读了药物化学。但屠呦呦却坚定地选择了生药学专业。为什么呢？这还要从1946年说起。彼时的屠呦呦还是无忧无虑的花季少女，不曾想一场重病给她的学业按下了暂停键。当时的她因为感染肺结核，屠呦呦被迫休学，在家静养。在当时，得肺结核意味着死期将至，幸而父亲精通中医，屠呦呦在2年时间内得以痊愈。自那时起，屠呦呦便立志学医。医药的作用很神奇，如果我学会了，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，还可以救治更多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怀着这样的心情，屠呦呦发奋学习。21岁考入北大，成为新中国的一代娇女。毕业后，屠呦呦在中药所待了14年，深入走访药材公司，进行了成千上万次实验。做学问的时光总是漫长又枯燥。泄气之时，屠呦呦经常想起哥哥给自己的寄语：呦妹，学问是学无止境的，所以当你局部成功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自我满足；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，亦千万不要因此灰心。学问绝不会使诚心求他的人失望。年少的信念犹在耳畔回响，屠呦呦想着，心里又充满了能量。1969年，屠呦呦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。她接到了国家研究疟疾防治药物的重任，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。中药所所长江廷良说，之所以把任务委以屠呦呦，在于她有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水平。前10几年厚积的能力，终于等到了崭露头角的时刻。人生之路上，很多人容易被冗杂的声音干扰，动摇原有的信念，模糊前进的方向。殊不知，成功的机会
往往只青睐于那些心性沉稳的人。慢下来，打牢自身基础，静下心，走好脚下每一步，做个坚定的长期主义者，你终将成就自己。热爱是有了目标以后，不犹豫，不等待，执行力超强。效果不好就复盘优化，效果好就乘胜追击，不断深耕。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中，属于那种看起来很枯燥，反馈很弱，达成周期十分漫长的事情，你也会调动起周身的勇气、耐心和能量，积极克服，努力胜任。因为这件事对你而言就是有满足感的，它在你的价值序列里估价很高，你愿意为它付出100%的热血，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结果。愿你我都有自己的热爱，一生精彩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